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夏禾夏叔。之前我做了2期节目，一期是讲80后的，一期是讲00后的，就有很多90后给我留言了，说叔你为什么不讲讲90后呢？90后可是中国社会当今的中流砥柱，你凭什么不讲？你为什么不讲？我告诉你为什么不讲，因为我没有好听的话。我觉得这个时代大家生活都很不容易，尤其90后压力山大，上有老下有小，面对很多的人生困境。我不想把你们的人生轨迹和所有的迷茫迷思都掰开了揉碎了研磨，因为我怕你们的玻璃心承受不了。但是提前打个预防针啊，是你们让我讲的，不是我要讲的。我这个人的特点就是我要说就必须说出我心中的实话，不管这个实话是否客观，但我就是这么想的。你要能听你就接着往下听，如果你是一个特别脆弱的人，希望我舔你，对不起，那你不要看本期节目，因为我谁都不舔。我个人认为我是比较了解这个代际人的心理层次的。90后最小的26岁，最大的35岁，也已经不再年轻了。我称这一代人为夹缝中的一代人。为什么这么说这一代人呢？首先我们要探究90后出生的时候，中国发生了一个历史事件，叫做邓小平的南巡讲话。那么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对于中国当时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呢？就是它使得中国人有一个前所未有的乐观主义思潮，所有的人都坚信明天会更好，哪怕我们今天的生活还有很多的困境和贫穷，但是我们都有了一个希望。改革开放的大历史环境，加上邓小平再一次的盖戳，谁不改革谁下台，就给了中国所有的父母一个共同的叙事理念，就是努力就能改变命运。努力就能改变命运这句话，对于90后来说，为什么曾经那样的深信不疑呢？因为在90后这一代人身上，他至少见到过2个努力改变命运的坐标。第一个就是90后的父母，朱镕基在90年代的时候搞深化体制改革，引发了中国的一个下岗大潮，中国有很多的工人全部走向了自主就业的这个轨道上。那么在这个轨道上，确实有很多90后的父母下海经商，自己变成了中国第一代的私营企业主。因此也尝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红利和人口红利。第二个坐标是80后，80后人身上吃到了3个红利，一个叫做工业红利，一个叫城市红利，一个叫做全球贸易的红利。而且很多80后的人确实通过创业、读书、考大学、大厂经济、互联网经济完成了自己的人生阶级跃迁。所以90后这一代人在他整个的成长过程之中，通过他的父母人生经历和80后这帮兄长们的人生经历，他真的曾经一度相信过那个最大的谎言，努力可以改变命运。可惜啊，天不遂人愿，90后在成长的过程中遇到了2个他自己也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人生瓶颈。第一是教育制度的改革，中国在90后这一代人高考的时候已经完成了整个的扩招工程，所有人普遍都是高学历。那么说到社会结构制度的改革，我们就想一想90后是什么时间走入社会的，基本上就是2010年以后。而2010年以后，中国社会的全球贸易化是否就看见了天花板，增速开始放缓，变成了中国的新常态。而在这个常态之下，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人口红利开始逐渐的消失，房产出现了极大的泡沫征兆，社会阶层已经开始严重的固化。而就在这个时候，90后想一想自己从小到大接受那套教育，努力可以改变命运，他发现了一个问题，仿佛阶级跃升的这个电梯那个按键它坏掉了，于是乎渐渐的开始对这个社会和自身的命运都产生了一点点的怀疑。60后、70后、80后这3代人至少都在一件事情上吃到过社会的红利，就是房产。每一个人无论在任何一个地方买的房子，无论多少钱买的房子，但是在他抛售的时候，比照他原本买的价格都是有所浮动和上升的，就是说大家都从房产上赚到过钱。而90后则不然，90后开始决定要买房，筹划人生要买房的时候，房价已经涨到了全家都没有办法理解的一个空前高度。而反观90后的收入并没有与房价同步增长，反而随着社会红利的停滞和资本的寒冬，感觉到了自己工作越来越不稳定。反观家庭和子女压力，90后所有人无一例外都是独生子女时代的产物，每个人上面都有4位老人等待赡养，下面至少还有一个孩子牙牙学语。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讲，90后对于老人赡养费用的这个压力要比80后还要重。而在内心层面，90后是一个全互联网数字化的产物。我们80后会上网的时候都已经10几岁了，但是90后是一出生就赶上了互联网蓬勃发展的时代，所以90后获取信息的来源主要是来自于互联网的碎片信息。
而互联网的碎片信息处处充满了攀比与炫耀，不停地去勾勒那个所谓成功学的概念。那么每天面对这样的碎片信息，90后内心能不焦虑吗？而就在这种焦虑还没来得及自我内心化解的过程之中，00后已经熊熊升起，开始全面的用互联网的玩法去面对这个世界。所以90后此刻面对的是前后两代人的互相夹击。往前看，他既没有吃到80后的房产红利、人口红利；往后看，他又不能像00后一样，用完完全全数字化的互联网思维来面对自己这个人生。所以他们就变成了一代半新半旧的人，他们既不能像老一代人活在一种所谓叫天伦之乐是人类最高追求的信息茧房里面，他们又不能像00后那样活得六亲不认、唯我独尊。我之前在00后那期节目里面说过这样一句调侃，就是90后是人类最喜欢发9宫格的一代人。你但凡能够在朋友圈里看见这个人又发9宫格了，而且坚持不懈地发，9宫格里面必包含以下几个元素：第一，汽车的方向盘；第二，名表要有意无意的露出来；第三，下午茶；第四，5星级酒店；以及第5，优质的旅游生活。你放心，你不用怀疑，这个人一定是90后。那么90后为什么这么爱炫耀呢？虽然说虚荣是人的一种基础本能，但是为什么90后可以把虚荣这2个字发挥到了登峰造极呢？很少有人系统性的、严肃的来讨论这个课题，对吗？那么我今天告诉你，第一点，90后的虚荣并不是90后的内心使然，而是他们出生的那个少年时代教给了他们一种新的物化的社会主流价值。90后的童年时代是什么？是1990年到2000年。那这10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就是中国迅速城市化，中国迅速进入市场经济，一切进入商品化的时代。在这样的童年生活里，耳闻目染，就使得他们有一个概念植入到了心底：消费主义的符号才是我们心中主流的价值观。如果与钱无关的事情，其实都不值得追求。你即便有所追求，最终你的追求也必须在经济价值上有所体现，否则就是一种失败的追求。于是乎，在很多90后长大了以后，他们就开始本能地认为，房子、车子、名牌，这就等同于面子。而面子是什么呢？面子就是一种表象的成功学。就是我到底真成功假成功不重要，但是我拥有了这些物质的配件，就使得我身边的很多人会误以为我成功了。那么我先营造一个已经成功了的假象，在这个路上看看能不能获取一些相应的资源，来以假乱真，最后完成真实的成功。有没有过这种现象呢？确实有过。我们都知道在201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流行一个叫万众创业的社会大浪潮，就是很多人拿着一个 PPT，有一个 idea 就去找资本融资，小的你能融来几百万，大的甚至融了几千万，甚至上亿。而所有拿着 PPT 到处拉投资的人，大多数都是90后。尤其在那个年代的北上广深，在北京的中关村、三里屯，在上海的新天地，在深圳的南山区，有太多的人文质彬彬坐在那块，穿得人五人六的，拿一个笔记本电脑，坐在咖啡厅里一坐就是一个下午，可能要见20波的客户。他在干嘛？他就是通过互联网广撒网，通过自己的 idea 把这些人吸引过来，然后来海聊，可能聊下来1年，如果有1个人投资，这事儿就算是干成了。那么在这种万众创业的浪潮里面，就给人们形成了一个错误的观念：我首先要包装我自己，包装自己的学历，包装自己的品味，包装自己的人脉，以及包装自己的行头。因为我只有把自己先包装好了，我才能够骗取他人的信任，而他人的信任就是社会资源，甚至就是社会财富。那是谁给了他们这样的自信呢？是谁让他们坚信先给自己包装一个华丽的假壳，然后出去招摇撞骗，骗完了以后把这个真瓤填到自己的内核里面去，然后再金蝉脱壳，呈现出一个真实的自己，这就算成功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迷之自信？就是因为2010年到2020年这10年是中国移动互联网最蓬勃发展的时期。每个人打开手机以后，微博、小红书、抖音、B 站等等一系列网站，每天都在讲述这种偶发的故事。在那个年代，甚至在网上讲故事卖成功学课程的那些老师们，他们人生自己从来就没有一天是成功的，但是他们可以包装出一个伪概念，在网上像病毒一样的去散发，去骗那些想成功的人。想成功的人从他们的嘴里学来一些皮毛的鸡汤，然后再向下骗全国上下的90后创业者们。整体
就像一个巨大的传销组织，一级一级的向下分发成功学。那么当所有人都已经进入了这个互联网所谓成功学的利益集团的时候，你就难以脱身。回到家庭生活之中，我觉得90后的很多人的父母也给了90后一个非常错误的示范。我们首先要搞清楚，90后的父母们大多数是60后和70出生的人。那这一代人确实有很多人条件是相当好的，而且家底儿相当殷实，这也就造就了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富二代最多的人就是90后。而90后这些有钱的父母们，他们大多数是什么人？大多数都是暴发户。很多90后富二代的父母们，我说句难听话，大多数人都没有什么文化，更别谈什么视野和见识。他们人生之所以后来发财，基本上也都是依赖于早期的时代红利，要么就是90年代第一批下海经商的小商小贩，后来把买卖做起来了，但是到了互联网真拼硬核实力的时候，他们也出现了疲软的状态。第二就是早年开始贷款买房的那批人，后来都吃到了房产红利。第三，早年赚了钱以后，有一部分人有了一些投资理财经验，可能去买了一些大企业的原始股，比如说茅台之类的。他认为这是一种非常超前的眼光，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时代红利，这跟个人能力真的没有屁毛关系。但是他们自身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是通过自己的聪明和努力抓住了时代的机遇，并且他们把这个经验也言传身教给了他们的孩子们，也就是90后。那90后在他父母身上就发现了，人一旦发了财以后，就先要武装自己的行头，外部条件换车换房子给别人看，让更多的人知道你已经今非昔比了，于是乎你才能获得更多的尊重，有了这份更多的尊重，有了更多的信赖，于是乎你就可以劝更多的人来给你投资，割更多的韭菜。所以拜金唯物质论，这个是90后这一代人从小方方面面就打下的深刻思想烙印，我甚至悲观地认为一生可能都没有办法消除。说到这儿，我要吐槽中国2个非常棒的平台，一个叫做朋友圈，一个叫做小红书。这2个东西确实给很多中国人提供了便利，但是也把90后坑的是极惨极惨的。由于这2个平台的诞生，使得中国的90后人人都变成了生活中的微型网红。什么叫做微型网红呢？就是我知道我可能没有机会成为那种 top 级的大网红，但是我在我的生活中也要维持住我的人设。我们的朋友圈里谁是旅行达人呢？谁出国的次数最多呀？谁家又换了新房子了？谁的女朋友长得最漂亮啊？谁的方向盘是什么牌子的？谁最会吃？谁最会穿？谁最会玩？谁的爱马仕有几个是真的？有几个是假的？这种微型的小人设能够换来的经济效益可以说是忽略不计的。但是为什么他们孜孜不倦地去维持这个人设呢？因为他们坚信这会让我生活中朋友圈的人高看我一眼。如果你不去偷窥和凝视着别人，别人到底是给了你个大白眼还是给你一个羡慕的桃花眼，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可正因为90后的朋友圈和小红书里面互相彼此都在偷偷的凝视着，这也就让他们形成了中国互联网上最奇葩的粘性之一。这也就是后来很多90后说的情绪价值的一种。是你高看我一眼，我也不会多长一块肉，但是它满足了我的情绪价值。情绪价值是不是也是金钱的一种呢？是，确实千金难买好情绪。但是如果你的情绪价值是通过别人对你的凝视和偷窥所换来的话，那么你的情绪马上就会再次陷入到崩溃之中，这是一个死循环。用自己身心俱疲换来的片刻荣耀，到底是让你更自信，还是让你越来越内耗？如果你已经意识到了这是一条精神上的不归路，麻烦你真的可以把很多手机里的 APP 给它卸载掉了，别再打开小红书看着那些所谓的成功学的营销人士告诉你未来什么是风口了，你他妈的就告诉自己没有风口，未来的时代再有风口也不会属于你。你就是一个平凡人，接受自己的平凡需要莫大的勇气，这真的不丢脸。你不要再打开小红书看着那些营销号动不动就告诉你真正的有钱用什么包，真正的有钱人都住在哪里，真正的有钱人都开什么车，真正的有钱人都移民到哪个国家去。你不要再考虑那些真正的有钱人到底怎么生活了，你只需要接受一个事实，你永远都不可能再变成一个真正的有钱人，你他妈老关心人家干嘛呀？而且极有一种可能，真正的有钱人比你还焦虑。
因为真正的有钱人和你的灵魂诉求可能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他们要维持的牌面、维持的人设更加的夸张。所以不管他有多少钱，只要他的资产缩水一点，他都会陷入无穷无尽的紧张和焦虑之中。你应该庆幸的是，你不是一个真正的有钱人，因为真正的有钱他已经回不了头了，而你由于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假有钱人，正是因为你够假，所以你还有余地。还有一个90后，我认为是他们痛苦的根源之一，就是虚荣的婚恋观。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90后到底是新一代的人还是老一代的人？你要说他新吧，他居然还相信婚姻。他不但相信婚姻，反而通过互联网的新兴手段，把很多中国封建的历史糟粕全都给翻弄出来了。比如说彩礼这件事情，就是他既不能像前几代人一样，就说我结婚完完全全图的就是一个情感价值，但他又不能像00后那样彻底的击垮婚姻的虚伪性，放弃这种游戏规则，从此不入婚姻这个火坑，也自然就烧不到自己。他属于既要又要的一代人。就是我想结婚，但是我要在婚姻里面争取权益，于是乎就诞生了中华田园女权这4个字。就是我既要完成满足我情绪价值和社会属性的婚姻关系，但是我又想在婚姻关系里面占有上风，于是乎这个婚姻就变得物质门槛极高。物质门槛的不断拉高，也恰恰证明了这一代人对于婚姻这个东西实际上是缺乏信心的。然后在这种互相利益勾兑的过程之中，就产生了非常多的社会撕裂和家庭矛盾。那么首先要负这个责任的，我认为就是90后的长辈们，他们的父母从那个房子还很便宜的时代开始入手买房，不管现在房子是涨了落了，对于他们原始购得那个价格来说，他们都是赚了。而90后成长了，开始适婚年龄的时候，正值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到了最高点的时候，而且就在这个时候，房子对于很多90后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居住的栖身之所了，它的概念已经变得复杂了。它关乎于学区，关乎于养老，关乎于户籍，关乎于所谓阶级能否跃层的那个入口处到底在哪儿。因为大部分90后的人都在中国的1线或2线城市生活，他们要买房子也不是回老家去买，他们要买的是如何在自己奋斗的这个城市选择扎根的那个标作点。那么这个标点到底是在城乡结合部，在4环5环，在市中心？市中心是不是豪宅？豪宅又是哪个户型？户型又是几层？以上的种种，后来就变成了中国1线和新1线城市所有适婚男女在结婚之前，两家人坐在一起必须摆到桌上，首先要谈判的必要条件。你说这能不焦虑吗？这样的狗扯羊皮、错综复杂，你说他们的婚姻未来能够幸福吗？那当他们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他们就会打开抖音、小红书、B 站、微博，去上面找寻婚姻的原因，而那上面大多数的人都在散播着婚姻之苦。于是乎90后也非常清楚，婚姻它就是一个地狱。但是即便是地狱，我还要入地狱。那我要在入地狱之前给自己最大的保障，保障就是什么？是这个婚姻能够给我带来多大的经济利益。而可悲又可笑的是，男女双方他都是这么想。所以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滑稽的社会现象：90后的大多数年轻人，可能每个人手机里面都有一大堆可以约炮的对象，但是却没有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甚至可以谈婚论嫁的人。因为总是在互相谈条件的时候是谈不妥的。为什么？因为能够跟你谈条件的人，你们俩属于同类。同类是什么？是他妈竞品关系。竞品能结婚吗？还好这件事情在95后的身上看到了一点思维的进步和突破，就是很多95后意识到了婚姻里面确实存在这个无法解决的课题。于是乎，你如果想彻底解决这个不能解决的课题，你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不结婚。所以我想再一次的告诉90后的弟弟妹妹们，在两性关系之中，对方到底要给你什么才能让你获得自信和安全感？我告诉你，即便他是马斯克，即便他是马云，他也不能够给你任何的安全感。你唯一能够让自己获得安全感的，就是识破婚姻的本质，然后告诉自己，我其实没有婚姻，一个人也可以好好的活一辈子。只要你有了这个信念，你跟谁在一起谈情说爱，你他妈都是一个刀枪不入的赢家。OK， 劈头盖脸的说了这么多之后，我相信很多90后已经快窒息了，更焦虑了，想问我说，叔，
就即便您说的这些事情曾经在我们身上都发生过，那我该如何去抵抗现在面对的这份焦虑呢？我还真有点办法。首先，你必须破除几个固有的错误信念。第一，阶级跃迁。我非常残忍地告诉很多90后的弟弟妹妹们，阶级跃迁这件事情实际上是从来不存在的。之所以你过去在改革开放的40年里面看到很多人确实完成了阶级跃迁，是因为那个时代社会在重组，而此刻这个时代社会的重组早已完毕。社会刚刚重组完，你上哪儿阶级跃迁去？这跟你个人能力有什么关系吗？我都说了1万多遍了，所有人的成功统称为时代红利。当时代不给你机会的时候，您即便3头6臂都无处施展。所以你必须得放弃阶级跃迁这个痴心妄想的概念。如果你的家庭条件特别好，父母已经完成了原始资本的累积，你现在唯一做的事情就是轻点花钱，守住你父母打下的这份江山，这是你唯一能够做的事情，使得阶级不再跌落，你已经很牛了。如果你只是一个平凡人，那我告诉你，中国每年有将近1200万的大学毕业生，这个你也知道，硕士博士满街跑，找不着工作，这也是一个普遍现象，而且未来会越来越普遍。考证、考公、考编，现在 PK 的是什么？ PK 的就是一个存量问题，你卷不过的。要学会接受自己的平凡。如果有一天不小心天空中来了一个机会，让你阶级跃迁了，那属于彩票，能中那是幸运，不能中那是常态，懂了吗？第二个必须废除的概念就是房产概念。房产概念自打有这个频道开始，我到现在为止已经不知道我自己说了多少回了。但是我今天依然再敲一次黑板，告诉所有的90后，如果你没有房，你千万别买房。中国的房价虽然这2年已经大幅度的下滑，但是未来依旧还有腰斩的空间。如果有任何人还在这起心动念，琢磨着说房子掉下来了，要不然我给自己贷款买套房吧，那这就是你今生最大的报应。将来变成负资产，让你伤痕累累喘不过气的时候，你可别找人抱怨。这他妈就叫明知山有虎，再向虎山行，你活该呀！如果已经有房，甚至不止1套房的人，我再强调第10000遍，赶紧给我卖了，不要有任何的留恋，不要骗自己说什么这是刚需。这个世界除了钱以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称之为刚需。中国已经进入到老龄化社会，而且你看看这几年的新出生人口都已经少到什么程度上了？14亿的泱泱大国，每年只出生几百万的新生人口，而现有的人口，每个人即便不是在1线城市有房，在老家总有房吧。最终未来的孩子们，20后们、30后们，当他们成年的时候，最不值钱的东西一定是房产，每个人手里都握着一大堆长辈留下来的房产，到时候很多房子卖都卖不出去，维持养护又需要巨大的费用，就会沦落到什么程度？一些3线以下的城市，你那个房子请人来住，谁住你的房子，你得给人家钱，因为人家就相当于帮你维护保养了，一定会有这一天的，而且用不了太久。那么很多人这时候可能要问我了，叔啊，你说我如果连个房子没有的话，我内心是否就太漂泊了？难道我这一辈子就要租房住吗？我告诉你，租房的租户未来会成为这个社会的稀缺资源，因为那些有房的人随着房产的贬值，抛售又抛售不掉，能有一个人来租房子，那就是他们未来的超级 VIP 的贵客。租房者所得到的社会福利和待遇会随着房产下降而水涨船高。如果你再问我，那如果我连个房子都没有的话，在这个城市仿佛就没有扎下根。当我婚恋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嫌弃我这个理由，使得我的感情发展不顺。记住，如果有人再拿房子来裹挟你作为婚姻的前提，千万不要跟这个人结婚，哪怕这个人的人品还不错，他跟你承诺了我们一起付首付，一起还房贷，你都要记住，不要跟一个人从两情相悦走入苦难的共债者。当你们2个人变成共债者的时候，那真的是贫贱夫妻百事哀，一定会成仇成怨的。说到婚姻，我们看一下90后的离婚率。90后所有结婚的人，目前有1半人已经离婚了，离婚率高达50%，而且我认为这个数字未来还会持续的上扬。
结婚是不是一个很花钱的事情？结婚是不是一个很内耗、很耗费两家精力的事情？如果有50%的概率这个婚结了也必然离，那你结它干嘛呀？记住，一个人如果不结婚，永远单身，他最大的人生危机也无非就是偶尔会感觉到孤独，在午夜梦回的时候。但是如果你一旦踏到婚姻这个门槛，生活压力、房贷压力、两方老人的赡养压力、未来孩子的教育压力马上接踵而至，我敢肯定的是，没有任何人的感情能够抵御到这些重重的压力。到时候你们的感情一定会变形，甚至支离破碎。不同的时代，人们应该更新自己的信念和信条。在这个时代，最危险的事情就是结婚生娃，它绝对会把任何一个人彻底的压垮压塌。所有90后的女性朋友们、姐妹们，你们记住，思想必须要换频道了。你们千万不要延续着老一套，灯火阑珊处举着一杯红酒摇起来，然后喝下去，告诉别人说啊，我一生干什么都不错，为什么就没有一个真心相爱的人呢？你要调转一个思维，正是因为没有真心相爱的人，你才能够今天坐在这块说这些何不食肉糜的废话，还有闲情逸致去抱怨生活，就证明生活对你还算不薄，你不是最惨的那伙人。因为最惨的那伙人连这个时间和精力都是没有的。第5个章节从来没有人说过，那么我今天就斗胆说一下我个人的片面观察。我个人认为90后是中国小粉红含量最高的一代人。虽然说很多90后已经开始醒悟了，尤其翻墙使用 VPN 的人可能都被社会毒打过，但是不可否认，大部分的90后曾经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粉红。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首先，这也和90后的成长环境有关。90后是中国改革开放受益率最大的一代孩子们，在他们青少年的时期，中国加入了 WTO， 中国开了奥运会，中国的高铁铺满了全国，中国的科技日新月异，互联网蓬勃发展，中国人开始疯狂的旅游，疯狂的世界留学，中国人见了大世面，中国每一天都在发生巨大的基础设施改变。所以导致这些在互联网里泡大的，又有很多人出过国的、见过大世面的孩子们，蓦然回首，他依然觉得还是那个厉害了我的国最让我有民族自豪感，哪儿都不如中国好。我非常能够理解你们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思潮段落，但是我想反问你们一个大问题啊，就是为什么中国越来越强，而你们的日子却越过越差呢？这是为什么？我不否认咱们的母国确实国力在强大，在世界上越发的横行霸道，但为什么还在这几年中国所有人都感受到了经济上的寒冬呢？因为强大的国家叙事和日渐窘迫的个体生活彼此之间出现了反噬，因为共产党确实做强做大了。在某种意义上，你也可以说中国的国家叙事确实是站起来了，但是这一切恰恰建立在你跪下来的基础之上。当我们很年轻的时候，宏大的民族主义叙事确实可以给我们的精神打上一针强心剂，使得我们获得片刻的催眠。但当青春一天一天的飞速流逝，你要面对自己的生活、贷款、未来、教育、家庭、赡养老人等等细节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空洞的国家主义叙事就像是已经有了抗体的安眠药，再吃几片它都睡不着了。那睡不着的时候，就不得不去考虑几个好像蛮纠结的现实主义问题。第一，打开所有的社交 APP， 去看一看同龄人们是否也都在讨论这个时代的红利去哪儿了，还能不能轮到我们90后。第二点，这个国家如此的澎湃辉煌，是否就是牺牲了我们90后的某种自身利益所换来的一种虚伪假象？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自己就离脱离小粉红不远了。第3个疑问，把 VPN 打开，看一看外网的这些出走的中国人都说了什么，他们的言语之间是否能够给自己找到真实的真相和答案？如果能够找到，自己是否可以像他们一样离开中国，去海外留学或者移民？
我相信这3个步骤是很多90后自我意识觉醒的一个必经过程。很多人能够看到本期节目，想必是你已经走到了第3个步骤。那么我作为一个润出中国的老前辈，我想跟90后的弟弟妹妹们说点干货，就是移民是否能够解决你人生的困境。首先，每一个人的生存环境和自身能力都截然不同，所以我不能给你们一个集体的去或留的答案。但是我想提醒以下几个点，我认为是90后们必须要注意的一件事情。第一，你出国以后要干嘛？这个是你必须想清楚的，因为90后还很年轻哦。你们不可能像我们这一代人一样，就是到了海外之后准备躺平去养老，你们肯定是要做点什么的，不然你们内心的煎熬恐怕也是承受不住的。可是你们的年纪虽然年轻，又不太适合从留学生开始做起，你要做什么？90后又打算出国的人，基本上在中国没有人从事体力劳动。我再说的具体点，基本上没有人是有什么手艺的，大家从事的都是服务业、文职工作以及互联网行业。移民，我们通常指的就是移民到发达国家。可是到了发达国家之后，您所拥有的学历和过去的从业的资格，好像就变成了一堆废纸。首先，语言你要重新建立，不管你过去的英语水平或者是外语水平到达了什么程度，到了国外之后，语言重新建立到能够投入到工作岗位上，这肯定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第二，职业职场证书的壁垒，过去您可能是教师、医生、律师等等等等，还算是不错的、比较体面的工作，但是到了国外这个环境之后，我相信很多等级资格证都要重新的申请和重新的考试。你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吗？如果有这样的信心，你首先要对自己的语言有信心，并且对这个时长周期要有足够的耐心，因为这个不是一天就能取得的。第3个需要注意的就是你的人脉和社会网络全部要重新结构，你有这个勇气吗？90后在中国，每个人都有一大堆的朋友，家里也有一大堆的亲戚，亲戚之间还有盘根错节的网络。不管怎么样啊，这些东西都可以为你所用，至少可以给你人生托底。但是到了国外之后，这些东西全部消失不见，你要完完全全凭借自己的个人魅力或者是个人能力，重新去建立一套所谓的人脉网络。如果你是一个在中国生活条件还不错的，生活水平在中产阶级以上的90后，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在海外的华人世界里面，你所建立的那个人脉，大概率的会让你瞧不上，或者是高度的失望。在中国你是可以有选择性的交友的，但在国外没有那么多的选择空间。一，单打独斗，人生进入一种完全的孤立无援状态，当然这也是自由的，尽管这个自由需要付出一点代价。第二点就是你是一个无 party 不欢的人，你必须得跟人在一起才能获得所谓的快乐和满足。那么到了国外之后，没有什么真心的朋友，你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向下兼容。翻译过来，也就是和一些你可能瞧不上的人每天被迫的生活在一起，这是每一个移民者都会面临的同样困境。还有一点是你必须要考虑清楚的，就是你离开中国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如果你是对于中国的这个社会制度、言论管控、人权的迫害不能忍受，宁可牺牲一部分的自身生活品质，选择到了海外，我觉得这是一条可以尝试的路。我不就是这种人吗？但如果你抱着一个心思是我在中国生活的越来越没有出路，我希望换一个环境让自己活得更好，那我告诉你，99%你一定会破灭。因为国外和中国最大的不同是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的不同。它确实能够解决很多你精神上的束缚，但是物质层面的东西，它不是换一个地儿就能有所改变的。很多人出国不是消费升级，而是整体的生活水平下降了，但是他宁可要一点点的下降，也要换来更多精神上的宽慰。那你是一个更在乎精神世界的人，还是一个更在乎物质世界的人？你必须诚实的问问你自己。所以每一个90后的弟弟妹妹们，但凡你对出国这件事情有了一点点萌芽的想法，你必须把书说的所有问题全部想的真真切切、明明白白，然后你再去咨询那个所谓的留学移民中介公司。开这个频道，我和很多 YouTuber 一样，都收到过无数移民公司的广告邀约，但是为什么我这么多年从来不接这类的广告呢？
因为我心里很清楚，移民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人生的十字路口。我不确定把这个人带到十字路口之后，他会向左走，向右走，他未来的人生谁来承诺和保底？所以我宁可不赚这个钱，我也不想搅和你们人生的这一场浑水。我只想多说点难听话。如果你听进去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如果你听不进去，取关罢了。咱们彼此并不认识，连告别的必要都没有。最后，我想告诉所有的90后们，未来我们注定要面对一个由奢入俭的时代，且这个时代到底是多长，无从考证，我也不知道。既然不知道，我们就把它当成一辈子好了。在这个下降的时代里面，我们能够身体力行去做的2件事情，就是第一，降杠杆；第二，保持现状。不要再去投资 A 股，不要去买那些小币种，你千万不要指望一夜暴富，因为倾家荡产的例子每天都在发生，只是你不盯着他们，你只盯着那些赌博侥幸的暂时赢家。第三，不要再买房，如果有房赶紧卖了，因为我之前说过了，房屋依旧还有腰斩的空间。不管你的资产是多是少，把它盘成现金和黄金以后，保持现状。因为经历了这几年的社会动荡之后，我们都发现了一个非常无奈的事实，就是这个时代实在是变化的太快太无情了。当你每次面对窘境面对无助的时候，你必须需要留有现金。我希望每个人在未来的逆境之中都不要经历1分钱憋倒英雄汉的惨状。